大家好，我偶然在油管上看到一个德国帅哥游览重庆的德语视频，他完全被重庆惊呆了，一直说太棒了，太棒了，超现实，并说他来到了未来，进入了星球大战的场景，重庆就像科幻星球。他拍摄了酒店窗外的天际线，穿越建筑物的单轨交通工具、洪崖洞、夜晚重庆的霓虹灯等等。他说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重庆，中国完全可以把重庆打造成旅游热点城市。在近1000条评论中，大部分评论都感叹重庆的现代与美丽，但也有小部分人认为这种钢筋水泥森林太可怕了，还是德国的环境更好。还有一些人看见有监控摄像头，于是联系到德国媒体一直把中国塑造成所谓的监控国家。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城市干净，没有涂鸦，没有阿拉伯人，太棒了。下一条评论：2050年的德国，泥污、篝火和木柴。我们继续往下。超级令人印象深刻，很棒的视频，并且展示得很好。在东德的德累斯顿，桥梁在倒塌，至少有一座。德国知识补充，确实在东德的城市德累斯顿，前一段时间有一座轻轨桥梁真的倒塌了。好在倒塌的时候那个轻轨没有运行，当时是凌晨，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继续往下看。问题：中国为什么还得到德国的发展援助？这些钱又进了谁的口袋？下条评论：比什么比？我们德国有92种性别。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如果看这个视频，你会觉得不是德国应该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而是反过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这样做，给大家看漂亮的东西，有特色的东西，大家有兴趣看。你的声音很好听，继续努力，祝你在中国玩得愉快。下一条评论：30年前我来到德国，当时非常兴奋。30年后的今天，我看到其他3个国家，觉得哇，柏林在过去30年没有任何变化。大家看看华沙、莫斯科或其他东欧城市，他们已经发展得非常好。而在柏林，建一座机场都无法胜任。不幸的是，欧洲已经完蛋了。下一条评论：3000年前，中国是中央王国。从所听到和读到的来看，当时的中国已经强大、富裕、进步。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将再次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西方人可能认为是压迫和控制，但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但如果你真的想批评某件事，你就会有批评的理由。仅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我们再往下看。看一次觉得很有趣，但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不身处大自然，我就无法生活。下一条评论：也许我年轻时对这种城市会感到很震惊，但我现在发现这么多人，混凝土、无尽的摩天大楼，太可怕了。我们往下看。感谢你提供这个鼓舞人心的视频，大量的玻璃，大量的混凝土，人情冷漠，生活质量在哪里？下一条评论：谢谢，我们欧洲反而是发展中国家。继续往下看。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说，德国的发展援助真的值得。中国人再好好利用它，比援助秘鲁的图骑的自行车道更好。致敬中国，干得好！德国知识点评：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德语区朋友们看到中国发展的这些视频都会立即想到德国每年向中国提供的所谓发展援助。他们会认为是德国那些区的发展援助把整个中国14亿人的中国发展起来了。你看德国多么伟大呀！其实德国那点区的发展援助，只不过是为德国企业作为中国的敲门砖而已。好，我们继续往下。
现在我们德国这个样子，简直是耻辱。下一条评论，工作原因，我去过中国好几次，不得不说那里的大城市非常现代化、干净，而且非常忙碌。尽管我去了大城市之外的地方，但我唯一找不到的是美丽的大自然、安静的氛围和可以深呼吸、享受宁静的空间。如果中国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么你必须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享受它。这就是我现在最喜欢德国的地方。好，继续往下。首先，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制作这个视频，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仿佛这座城市是上帝亲自建造的。7月份我在日本，在那里我也感到万分惊讶，部分与你这个视频非常相似。真的，那里的酷热和潮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住在那里对我来说绝对是恐怖的。下一条评论，哇，重庆看起来很棒，为什么我们的公共媒体很少报道这些城市？让我们往下看。于是这位网友跟贴道，如果公共媒体能够宣传和展示更多中国的现代化城市，那么可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生活在2060年。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公共交通如此准时、现代化和快捷？最重要的是还非常便宜。在深圳已经有第一批无人驾驶公交车了，虽然他们只是小型公交车，我亲身经历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下条评论，重庆就像恐怖电影的场景，我还是更喜欢森林小屋。再往下看，我绝对不想住在那里，蚂蚁之城太可怕了。下一条评论，看到这样的城市我很害怕，我认为未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座城市也不会让我兴奋。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啊，简直是一场噩梦。下一条评论，我现在在新加坡，由于我的工作，我知道德国确实跟不上国际步伐，但我们如此糟糕的事实几乎就摆在我面前。好，看下一条评论啊，太棒了，终于有德语版的中国旅游视频了。我看了很多这样的视频，一直想给我妈妈转发一个视频，让她看看现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否则她只知道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的虚假信息，但大多数视频都是英文的，她不会英文，而这个视频终于是我可以分享给她的了。下条评论，想象下，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德国人来到这里，德国这个国家已经有50年没有任何投资了。我目前住在巴拉圭，这里正在经历我在德国从未经历过的经济繁荣。只有那些跳出矿矿生活的人，才能真正评价矿矿里面的里面及它来自的国家。下条评论，从灯光慢慢熄灭，暖气慢慢变冷的国度，向旭日冉冉升起的国度致以问候。下一条评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一点都不美。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我永远不会感到舒服。另外，那里的风景曾经很美丽，确实让这座城市相形见绌。很难想象，如果整个世界都那样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画面。下条评论，重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相当于奥地利的面积。整个重庆的人口超过3000万。2019年，我去了北京、上海、香港、澳门、深圳。我心想，我们德国还生活在石器时代。好，我们再往下。这真的很酷，你把这座城市变成了我的必游之地。好，再往下看。简直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太震撼了。下条评论，是的，如果你受到不间断的监控和评估，你的未来将会很美好。下条评论，它真的和我小时候想象的未来大城市一模一样。继续往下看。感谢你的视频，这个城市真的很棒，令人难以置信啊。好，再往下看。我是春季去的中国，
在中国还被认为是村庄的地方，在德国就是大城市了。哪个德国人听说过重庆？我觉得中国很棒，虽然我更喜欢农村的生活。下条评论，但我不想被摄像头控制。下条评论，是的，这就是我想象的2000年代的生活，不像我们德国，桥梁和道路都断了，网速也很慢。德国之士说明一下，我觉得这位网友说这是他想象的2000年代的生活，应该是2010年代的生活，可能更准确。他应该是把年代弄错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4年了。好，继续往下。用这样的城市想让智慧城市对我们更有吸引力，虽然这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不想永远住在那里。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德国有阿拉伯人和第三性厕所。下条评论，天哪，我们西方好像生活在石器时代，而现在是2024年。好，再往下看，到处是摄像头，这点很明显。好，我们看下条评论啊，这绝对太恐怖了，人们是被强迫搬到那里的吗？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住在那里。下条评论，中国是了不起的，任何能够建造这样的城市的人都必须在做，并且已经做了正确的事情。继续往下看，7分50秒处不是牛肉，那是狗肉或猫肉。好，看下条评论啊，这也太糟糕了，看起来像是我刚做的一个噩梦，令人作呕。下条评论，真可怕，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里，混凝土森林和极大噪音。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都懒得看他一眼，你甚至无法呼吸。我更愿意生活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下条评论，对游客来说很有趣，值得一看。住在高楼大厦里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还有啊，中国有社会信用体系。欢迎来到1984 VIP。下条评论，10次方的光污染，闪烁的灯光让我难以忍受。好，我们继续往下。很棒的视频，这座城市无疑是赛博朋克2077的模板。来自德累斯顿的亲切问候。下条评论，当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才会意识到德国是多么的落后于时代。我们继续往下看。你好，很棒的视频。如果你在中国待一段时间，也许你可以游览西安，它是北京在成为中国首都之前的前首都。那里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兵马俑。我能理解你的激动，我自己住在中国上海。好，我们再往下看。漂亮的城市，但遗憾的是全面监控，而且一切都只能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让我想起了世界经济论坛和它的15分钟城市计划。城市再美丽，也会因为全面监控而丑陋。下条评论，我去过中国3次，我知道这都是真的。我爱中国，中国人非常好。好，看下条评论吧。在德国，鲁尔区正变成粪坑国家。我们再往下看。抱歉，但我们不想永远住在这样的城市吧？我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水泥沙漠里并不是努力的方向。下一条评论，当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在与饥饿做斗争，自行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我们谈论污染时，我们有时开玩笑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想要冰箱或汽车，我们就完了。那么现在我能说什么呢？下一条评论，相比之下，在欧洲中部，我们还生活在中世纪。例如，德国的互联网覆盖率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真是一个笑柄。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个投资于自己的国家，不像我们德国。下一条评论，人们几乎忘记了中国有集中营和社会信用积分。我们继续往下。我出生的时候，毛泽东还活着，
整个中国都骑自行车，一贫如洗。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多年来2位数增长率的真正含义。下一条评论，我也去过那里，真的太美了，在高楼大厦和野生植物之间，而且完全安全，街上没有黑帮之类的东西，没有人在无所事事。几乎几个城市我也去过，桂林也去过，即使偶尔热一点也没有关系，一年就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想，是不是有某种办法移民到那里？这只是一个想法啊，但我想我也会去那里，在城市里闲逛几个星期。我总是放松，从商场喝一杯热巧克力或冷巧克力，进入丛林，再走2条街又是摩天大楼了，这样一遍又一遍重复。我总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半城市人，因为我喜欢这种自然的对比。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到极的地步，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有那里的山简直完美啊！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没有垃圾，没有涂鸦。我刚刚看到了旧金山丧尸街的视频，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一样。好的，朋友们，刚才是看到这个德国小哥发布的关于重庆视频的这些网友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啊，大部分还是跟这位博主一样，对重庆的现代化和美丽感叹。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种钢筋水泥森林不适合生存，而且感到非常的可怕。另外有的人还说中国的监控等等。我个人认为啊，这些网友评论很有代表性，这就是德国对中国的想法。好的，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